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位历史奇人啊，他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极其罕见的长寿，活了整整86岁。86岁，这个寿命记录直到后来才被89岁的乾隆打破。对，不仅长寿，他还可以说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天花板。顶级的文人，是的，早年他是净零八友的核心成员，也就是当时南朝文坛最顶流的8大才子组合之一。光是留下的著作就有100余卷之多，而且在军事上，他更是个能亲自统帅大军，在血雨腥风中夺取天下的猛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完美开局，对吧？按理说，拥有这样超级学霸兼战神设定的开国皇帝，他的统治应该稳如泰山。但事实却截然相反。没错，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在他生命的后半段，这个人画风突变，彻底陷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宗教狂热。他不仅倾尽国力修建寺庙，甚至多次脱下龙袍，把自己卖给寺庙，去当奴仆。对，就是跑去当奴仆，然后逼着国家财政拿巨款去赎他，极其荒诞的行为。而他最终的结局更是令人唏嘘，在叛军围城之下，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皇帝，竟然活活饿死在自己的皇宫里。梁朝因他而建，最终也因他而亡。他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菩萨皇帝梁武帝萧衍。要理解他为什么能在后来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我们必须看看他原生家庭经历的巨大创伤。父亲的死对他影响极深。他父亲萧顺之的遭遇真的让人毛骨悚然。萧顺之其实是南齐的开国功臣，当年甚至亲手砍杀刺客，救过齐高帝的命，绝对的铁干功臣。但到了齐武帝时期，萧顺之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他被迫处死了齐武帝极其宠爱的儿子萧子响。齐武帝后来就后悔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伴君如伴虎的悲剧，皇帝悔恨交加，但皇帝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把这种情绪转嫁给了萧顺之。齐武帝经常当着萧顺之的面，流着眼泪思念被杀的儿子。握有生杀大权的皇帝，天天在你面前哭泣那个被你亲手除掉的皇子，这是一种极其恐怖的心理折磨。最终，萧顺之在极度的恐惧和忧愤中吐血数生而死。这段惨痛的经历给年轻的萧衍留下了无法抹灭的心理阴影，让他深刻意识到，在权力的游戏里，伴君如伴虎，没有所谓的安全地带。退让就意味着死亡。所以，当后来危机再次降临时，他没有坐以待毙。对，当时的暴虐皇帝东昏侯无故杀害了萧衍的大哥，甚至多次派刺客潜伏到襄阳去暗杀萧衍。萧衍长久以来的压抑彻底爆发了，但他并没有像个莽夫一样立刻举旗造反。他展现出了极其可怕的隐忍和战略头脑。他先是给朝廷里的实权派放烟雾弹，比如面对手握重兵的将领王敬泽，萧衍深知此人贪财好色，就建议朝廷用极度奢华的美女和高官厚禄去安抚他，兵不血刃地瓦解了敌人的主力。同时，他在自己的地盘襄阳暗中伐木造船，为了掩人耳目，他竟然把造船的木材沉在潭溪的水底，悄悄囤积兵器，不露声色。等一切就绪，他果断起兵，仅仅用了1年时间，就势如破竹地攻陷了国都建康，从一个文人幕僚蜕变成了新帝国的建立者。这1年的军事行动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谋略。从暗中蓄力到致命一击，萧衍展现出了一个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素养。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打破一个长久以来的历史滤镜，因为一提到梁武帝，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骨子里就是个狂热的佛教徒，他好像生来就带佛珠一样。难道不是吗？梁武帝早年其实是信奉道教的。哇，道教，这反差有点大啊。是的，很多思想史的著作一直把梁武帝所谓摄道释佛的时间定在天监3年，但这完全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误传。通过严密的文件比对，梁武帝真正决定全面转向佛教的时间是在天监18年，也就是公元519年。等等，在天监18年，这就意味着
这时候他已经在皇位上稳稳当当的坐了快20年了。没错，快20年了。一个执政快20年的成熟政治家，做出这种信仰上的180度大转弯，这绝对不可能是出于什么一时冲动，这背后必然有着深思熟虑的政治考量，对吧？当然，我们要知道，传统的皇帝一般都是用儒家的以孝治天下来管理国家，但显然这套系统在当时的南朝已经出现了严重的 bug，也就是系统失灵了。对。儒家的这套道德约束，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确实已经彻底失效了。频繁的篡位、父子兄弟互相残杀，简直是家常便饭。骨肉相残的戏码天天上演。是的，儒家的伦理根本拦不住那些对皇权极度渴望的野心家。而他原本信奉的道教，在当时又带着极大的政治隐患。从汉末的黄巾起义到东晋的孙恩起义，道教的组织形式一旦在民间扎根，非常容易和底层的叛乱结合，对皇权构成直接的武力威胁。梁武帝自己就是靠造反起家的，他太清楚道教在民间的这种底层动员能力了。那儒家镇不住场子，道教又像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他迫切需要一个更完美的工具，一个更稳定、更能从精神上彻底控制臣民的工具。于是佛教就成了他的终极选择。这里他有一手非常绝的操作，他提出了三教同源说。表面上看他是个端水大师，把儒释道三家放在一起尊重，但实际上呢？实际上他把佛教推到了至高无上的金字塔尖儿啊！他甚至连老子、孔子都被他解释成了如来佛的弟子，这逻辑脑回路也是够清晰的。哈哈，是的。不过，除了这个宏大的政治算盘，历史的真实记录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隐秘，甚至颇为狼狈的个人动机。这个我知道，这个细节特别生动。梁武帝在刚当上皇帝的头几年，其实也曾经过着极其奢靡的生活，纵情声色。对，他硬生生把自己吃成了一个腰围10围的超级大胖子。这个体型儿在古代确实相当惊人了。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严重的健康危机，直接大病了一场。当时身边的太医就很隐晦地告诉他，这都是饮食过度、私生活太乱造成的。所以他后来改信佛教，开始吃素，甚至在50岁之后发誓断房事，也就是不再近女色。所以说，他最初的私人动机其实就是为了治病保命，为了追求长寿。没错。但作为一个极其高明的政治家，他顺势把这种个人的养生和苦行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他对外宣称自己是为了救度万民，为了给苍生祈福，才去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他深受印度孔雀王朝阿优王的影响，他毕生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一位转轮圣王。转轮圣王这个词听起来就非常有分量。对，在佛教的语境里，转轮圣王意味着他不仅要掌握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权，还要成为精神和宗教领域的绝对领袖。政教合一是他的终极愿景。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梁武帝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要探讨的第一步，就是他如何利用当时佛教内部的思想分歧，为自己打造了理论基石。在当时的佛教界，大乘与小乘，也就是声闻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神学冲突。理解这种冲突对你来说非常关键。当时有一位叫僧朗的高僧，他给梁武帝带来了一种极其推崇大乘佛教的哲学体系。那么这两种体系到底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解释这种区别，早期侧重个人修行与解脱的声闻或小乘教法，就像是一套单机游戏，玩家的核心任务是提升自己，达成个人的觉悟。而梁武帝极力推崇的大乘佛教，则像是一个要求普度众生的多人 online 协作游戏。它强调的是慈悲、平等，核心目标是拯救所有的生命。梁武帝极其敏锐地抓住了大乘佛教的这种普世性。完全正确。他把所有大乘经典视为佛陀的终极教诲，将其作为自己政教合一愿景的完美佛诀支撑。这种思想上的偏好，很快就在现实中演变成了一场极具颠覆性的政治秀。公元519年，正好是4月8日佛诞日那一天，梁武帝亲自接受了菩萨戒、
公开自称菩萨界弟子，朝廷上下更是开始尊称他为皇帝菩萨。一个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的封建帝王，给自己冠以了佛教最高道德标准的头衔啊！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它直接摧毁了当时宗教社群内部的阶级壁垒。怎么说？在传统的佛教社群中，出家僧侣的地位是绝对高于在家俗家弟子的，俗人必须要供养和敬重僧侣。但是大乘佛教的菩萨戒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它对所有人开放。梁武帝正是利用了菩萨戒的这种平等精神，将所有人，无论是德高望重的法师、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是他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统统拉到了同一个道德起跑线上。他等于是用魔法打败了魔法。没错，他以此巧妙地打破了僧团长期以来享有的精神优越感，为世俗君主合法的干预，甚至领导宗教内部事务铺平了道路。获得了道德制高点后，梁武帝并没有立刻下达强制命令，而是像一个极其精明的产品经理，重新设计了僧侣受戒的流程。这就引出了他的第一份核心文件，同样颁布于519年的《出家人受菩萨戒法》。这份保存在敦煌文件中的史料，向我们展示了梁武帝高超的手段。他并没有盲目照搬某一种单一的传统，而是将当时流传的地持经和梵网经的戒律体系进行了巧妙的融合与重组。梁武帝通过这种概念的偷换，把僧侣们原本严格遵守、视为根本的小乘传统戒律，直接降级了。在受戒的仪轨中，受戒者被要求公开忏悔，他们必须亲口承认那些旧规则缺乏宏大的救世誓愿。也就是说，梁武帝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就让僧人们在神圣的仪式中自己否定了过去的修行体系。他在精神上彻底边界化了旧的戒律，杀人诛心啊！等一下，这听起来完全是在夺僧侣的权啊！他把自己放在了佛和僧人之间，这帮高僧大德能忍？当然不能。文献里就记录了一些非常精彩的不动声色的抵抗。比如当时有位名满天下的大和尚叫法云。法云？对，他本身就是梁武帝非常器重的人，还是皇家寺庙的住持。当梁武帝要求他也按照这个新规矩来受戒的时候，法云用一种非常高明的方式拒绝了。他怎么做的？直接说不嘛？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他没有直接拒绝，他说自己德行不够，必须先在梦中得到佛陀亲自显灵，给了吉兆，才敢接受这么神圣的戒律。哈哈，高啊！他通过这种方式就绕开了皇帝设定的这个权威框架。那有没有更直接的冲突？有，一位叫智藏的僧人就更刚烈一些。当时梁武帝可能觉得理论上的权威还不够，他试图亲自出任管理全国僧侣的最高行政长官。僧正？对，就是僧正。这一下就等于要把僧侣的人事权也抓到自己手里了。这就图穷匕见了。智藏是怎么回应的？智藏直接站出来跟皇帝公开辩论。根据记载，他的核心论点是佛法如大海，精深广博，不是世俗之人所能完全掌控的，哪怕您是皇帝也不行。皇帝您的角色应该是慈悲护法，也就是保护和支持佛法，而不是用世俗的权力来裁决僧团内部的宗教事务。他这是在拼命地想重新划清世俗王权和宗教神权之间的边界。是的，这两种抵抗方式，一个巧妙回避，一个公开辩论，他们分别代表了僧团内部怎样的心态？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勇敢？还是说大部分人选择了顺从？这就是问题的复杂之处。大部分僧人可能选择了沉默或者顺从，毕竟挑战皇帝是九死一生。不过我们需要向你指出，在这个阶段，也就是公元519年左右，这套流程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僧侣们的自愿选择。梁武帝是在用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和精心设计的仪式，引导僧团主动走入他设定的大乘框架内。可是，仅仅过了3-4年，大约在公元522年或523年，事态迎来了急剧的转折。梁武帝颁布了极其严厉的断酒肉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杀气腾腾。是的，甚至比早前的禁肉令更严格。
这就意味着这场运动从温和的思想重塑，正式转向了强制执行的铁腕阶段。僧侣必须严格吃素，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如果有僧人违抗，将不再只是受到宗教内部的谴责，而是会直接面临世俗皇家法律的严惩，比如直接勒令还俗。这在当时的佛教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弹。你可能会好奇，既然佛教讲究不杀生，为什么僧人吃肉在当时还能成为一个需要皇帝亲自下令禁止的普遍现象？这听起来有点矛盾。这里我们需要向你解释早期佛教的一个生存现象。早期的律藏，也就是佛教的基础法律大全，并不绝对禁止吃肉，只要这肉符合三净肉的标准就可以吃。三净肉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没错，因为早期的僧侣是靠化缘乞食为生的，为了生存，施主给什么就得吃什么，不能挑食。因此，南朝的僧人们虽然也推崇素食，但在化缘所得、生病或某些特定情况下，使用三净肉是完全符合传统戒律的。但是梁武帝显然不接受这种务实的妥协。那一年的5月29日，梁武帝与当时非常有威望的凤城寺律士僧辩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正面交锋。两人你来我往，非常精彩。他们的第一轮辩论焦点是买肉算不算杀生。僧辩律师抛出的防守论点是买肉不算杀生，因为当僧人去买肉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这已经是一块死肉了，他本人没有杀生的意图。这种辩护逻辑代表了早期佛教高度注重发心或意图的伦理观，只要心存善念，没有杀戮的动机，行为本身就是清净的。但梁武帝的反击直指现实核心。梁武帝的反击极其辛辣，直接调动了全场的气氛。他反问：屠户究竟是为了谁杀猪宰羊的？如果你花钱买肉，只要你脑子没疯，也就是所谓的不混乱，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这肉就是专门的为你这样的买主才被宰杀的？是的，梁武帝一针见血地指出，用钱买肉，本质上就是用财富织成一张网去捕杀动物，这和清丑杀生在因果上没有任何区别。这直接打破了不知者无罪的心理安慰。紧接着是第二轮交锋。那如果动物真的是自然老死或病死的，吃这种肉总没有牵涉到任何杀戮了吧？在这一点上，梁武帝引入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超前的视角。这可以说是微观生物学视角与涅槃经的结合。梁武帝指出，哪怕这只动物是自然死亡的，但一只动物的身上有8万毛孔，这些毛孔里寄生着无数微小的生命。当你把这块所谓的自然死肉拿去水煮或者火烤的时候，你依然是在对这无数的微生物进行大屠杀。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推论，它意味着在梁武帝的大乘绝对慈悲观里，真正的无锅的肉在物理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这还没完，真正让人感到后背发凉的是他的第3个论点，基于六道轮回的宏大伦理推演。梁武帝结合央觉摩罗经和涅槃经的视角指出，在无始无终的六道轮回中，所有的生灵，不管是猪马牛羊，都曾经在我们前世的某个阶段做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所以吃肉本质上就是在吃自己过去的父母骨肉。没错，这就把一个原本属于饮食习惯和宗教羞耻的问题，直接拔高到了违背人类最基础的孝道和亲情的层面。这招简直是道德上的降维打击，它让任何试图为吃肉辩护的人都立刻陷入了不孝不义的伦理绝境之中。面对皇帝如此咄咄逼人的道德攻势，当时的高僧们也拿出了他们最强的理论武器。既然大乘经典比如《涅槃经》把吃肉说得如此十恶不赦，那为什么最基础的佛教规则大全律藏里，佛陀当年却没有严禁吃肉呢？他们认为佛陀是因材施教的。早期的律藏就像是刚挤出来的乳汁，是初级阶段，允许初学者先吃3净肉，这是一种入门级的妥协。而涅槃经里严禁吃肉的规定，则是最顶级的醍醐。但是龙光寺的律师道文就试图用这种渐进主义来反驳皇帝，认为应该允许修行不够深的僧人先吃3净肉，等修为深了，自然会彻底断肉。但是梁武帝坚决否决了这种渐进主义，他的态度非常强硬。
梁武帝毫不留情地反驳说，断绝杀生，不吃众生的肉，这是佛教徒最低限度的道德底线。如果一个宣称要普度众生的出家人连吃肉都戒不掉，那他的道德水平甚至连普通的俗人都不如。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场关于吃肉的辩论，表面上看是饮食习惯之争，本质上其实是谁拥有对佛教最高解释权的问题。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博弈。完全正确。梁武帝通过将《涅槃经》等大乘经典的普适性强行凌驾于专门规范僧侣行为的律藏之上，成功剥夺了当时僧团中最有权势的一个群体，也就是那些专门研究律藏的律师们的话语权，把他们彻底边界化了。是的，将他们边界化为缺乏慈悲心的小乘声闻，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并且世俗王权至此完成了对宗教自治的彻底征服。梁武帝最后亮出了氏族权力的底牌，他公开威胁，如果有人违规，不但要重罚当事人，还要连坐惩罚僧团里最年长的长者和弟子最多的和尚。这一招彻底摧毁了僧团内部的自治和抗压结构，非常冷酷，但也极其有效。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回头看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宗教改革，表面上看，它是一次关于戒律、素食、慈悲的争论，但在更深层，它其实是一场权力斗争，是僧团自治还是皇权控制？解释权属于僧人还是皇帝？梁武帝用几十年的时间给出了他的答案：佛法可以存在，但解释佛法的人必须是皇帝。他彻底改变了中国佛教，甚至也影响了日本和韩国。这些改变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下一集，梁武帝将会被自己的佛教政策反噬。